末日遊戲降臨現實，100天後全球毀滅。恭喜你被選為領主，獲得進入新世界資格。1億人成為領主，可以抽取庇護所，而庇護所的類型決定了願意跟隨的人數。末日將至，你會選擇什麼樣的庇護所？今天，官方組織領主們公開抽取庇護所，招募領民，雙向選擇。下面請被選為領主身份的人依次上台，公開抽取你們的庇護所類型。8972號領主抽取到庇護所：磚瓦房、青銅，容量5人。我的庇護城能再住4人，我沒有什麼硬性標準，但必須通過面試。可我也配拿出來現眼。恭喜777號領主高進，成功抽取庇護所類型：中世紀石堡、黃金，容量100人家，自帶基礎城牆。老子的城堡能庇護100人以上，注定是新世界的王宫。我这不養廢物，男的必須是武者或士兵，至於女人，只收漂亮的。今晚來我家別墅接受面試體檢，要脫衣服，這不公平！親愛的，無論你的庇護所是什麼，我都會陪在你身邊。放心，我一定會保護好你。91號領主抽取成功，庇護所類型：山區瞭望塔、黑鐵，容量限制最多3人。瞭望塔，容量3個人，這誰願意去？連個像樣的牆壁都沒有，以為鬼物不會爬樓梯？新月，瞭望塔雖然小，但是地勢居高臨下，應該足夠。對不起，沈竹，我不想死在末日，就算要死，生前也想活得體面舒服一點。進入我的庇護所是對的，比那破爛瞭望塔好1000萬倍。對了，你的女朋友很不錯，已經通過了我的體檢、面試。看在新宇的面子上，只要獻上領地，我可以允許你臣服，當個僕人，服侍我和新宇。林新宇，你以為你找到了城堡，卻不知道你只是給自己選了一個奴隸營。就算沒有末日，你遲早也會背叛。我該慶幸提前認清了你。檢測到91號領主心境蛻變，覺醒唯一神話級領主天賦。金手指，領地內可用，1天最多3次，點10成金，可點化目標產生神奇變化，變化程度隨機，分為普通、高級和神秘變異。沈竹，你沒事吧？我沒事。那個，我想跟你一起。什麼？那麼多黃金白銀庇護所，你……我覺得他們不是好人，我相信你，而且跟着你我會有安全感。那好，事不宜遲，你馬上回去收拾東西，今晚準備進入庇護所。哥們兒，對不起，家裡3個娃餓了幾天，給你留點，對不起。末日未到，只許先死。哼，繼續留在這兒，沒死在鬼物室裡，怕是先死在暴徒的菜刀下。小子，開門！乖乖把物資交出來，否則等破開門，有你好受的。領主請注意，一旦進入新世界，將被自動傳送至領地，攜帶身外物品限重20千克，是否確認？確認。來晚了，趕緊搜！必須每個人湊齊20公斤的物資，才有資格進入強哥的庇護所。你有1名領民，根據10名時每人的遊戲規則，系統發放20顆冥石作為初始資源。等等，你什麼物資也沒帶進來？對不起，我父母早就不在了，
大伯和舅舅家搶走了官方发我的物资。合着你也被抢了？我好歹还剩点，物资太匮乏，这点东西2个人恐怕撑不过3天，就算种田，短时间也收获不了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拖累你了？因为你的加入，系统给我多发了10颗冥石，这很大程度决定了我们能否活过今晚。金手指是这么用的吧？唯一神话级领主天赋，金手指启动，点化目标为1级瞭望塔，黑铁品级，触发神秘变异，瞭望塔获得无限融合特性，可与领地内其他建筑融合，提升品质，继承并强化相应功能，共享等级。共享等级，也就是只升级瞭望塔，等于把领地其他建筑也给升了。圣火虽然安全，却无法击杀鬼物，也就得不到冥石。没有風險哪來收益？還是得優先建塔，把主動權掌握在手。天哪！5级圣火，方圆1000米之內都沒有鬼物蹤影，還有比這裡更安全的庇護所嗎？領主英明，在您的帶領下，這裡必然成為新世界的中心。這麼多冥石，大部分都用來升級聖火，萬一，我是說萬一，以後出現了無視聖火的鬼物怎麼辦？閉嘴！你也配當眾質疑本少決定？你是領主還是我是領主？老子的聖火照亮全城，什麼鬼物能衝進來？再敢胡亂議論，就把你剝光了扔出城堡，讓你在外面自生自滅。你明明保證過讓我當這裡的女主人。哼，若非你也是領主，擁有黃金庇護所軍械場，以你的姿色，根本不配進入我的庇護所。木已成舟，多虧你臣服，讓軍械場為我所有。你現在已經沒有利用價值。庇護所品質提升為瞭望箭塔，青銅品質。當前屬性：高空箭弩裝載成功，有效物理阻擊射程提升1/2。當前最大水平射程150米。好個無限融合！瞭望塔本身就佔有制高點，現在配上重弩，高屋建瀲，防禦殺敵效果應該不俗。今天還剩下了2次使用金手指的機會。既然你加入了我的領地，接下來我對你做任何事，可不能反抗。點化失敗，目標生命磁場產生排斥。不要緊張，放開身心，我不會傷害你。我相信你。點化成功，目標領民觸發高級變異，領民身體蛻變，並覺醒專屬領民能力。秘寶世界。我好像沒了近視，身體也更好了，而且我的腦子裡多了一個奇怪的畫面。你剛剛做了什麼？這是領主的能力，不要讓任何人知道這個秘密。那這算是屬於我們之間的秘密嗎？你可以這麼理解。明白。現在我能看到哪裡有寶物，距離我們東邊大概200米有個建築藍圖，好像還是黃金品質的。你說什麼？重弩的射擊範圍是水平150米範圍，你不要離開太遠，一旦發現異動，立刻回來。放心吧，領主大人。黃金品質的建築藍圖，高進的城堡也是黃金品質，也許它是給我帶來好運的天使。快跑！要是你剛才沒給我強化體質，我根本逃不掉。你又救了我。這次是你為了我們的庇護所而冒險，不一樣。謝謝你，月餘。他剛剛說了，我們。系統提示：非領主無法激活此寶物。
建築藍圖：祭壇、黃金。建築介紹：可召喚仆從，聽命於领主。太好了，如果召喚出的仆从会狩獵食物和水源。我记得游戏指南里说过，鬼物的尸体里可以挖到冥石，对不对？你先休息。不用。只有5颗，加上楚月鱼加入而带来的，一共才15颗。看来建造祭坛只能等明天。呵呵，心雨，你应该无比庆幸，沈竹那个没有领民加入的家伙，開局只能拿到可憐的10顆冥石，而本少直接就得到了1000多顆。靖哥提他幹嘛？就那个鐵架子，活不活得過今晚還是未知數呢。希望他死前多建點防禦建築吧。等我吞併周邊領地，順便把他的建築都遷移過來，這是他為數不多的價值了。還挺暖和，過冬應該也沒什麼大問題了。等你們很久了，我們一定會活下去。看來聖火不熄滅，我們就相對安全。這次襲擊一共給我帶來了30顆冥石，扣除掉重弩和聖火的昨晚消耗，一共手裡有33顆冥石。除了冥石，還掉落一份種子。農田需安排上日程，但祭壇還是優先。要個外出狩獵的僕從，只能依靠祭壇了，不然不被鬼物殺死，倒先餓死。今日第一發，來吧！系統提示：點化失敗。系統提示：點化失敗。第3發！恭喜領主沈竹點化成功，觸發神秘變異，祭壇黃金品質變更為深淵祭壇超凡品質。深淵祭壇投入冥石或其他贈品，將從深淵召喚服從，聽命於領主。不夠。是什麼僕從？這不是鬼物嗎？別怕，他不會傷害我們。不死族，沒有痛覺，不知貧倦，最重要的是不消耗珍貴的口糧，就叫你古雞吧。什麼？縱觀周邊區域，像我這樣安全的庇護所屈指可數。不知沈竹那小子還活着沒？王叔，你離91號領地是不是挺近的？那邊啥情況？我剛好派手下調查過附近領地，那個91號確實有些蹊蹺。除了瞭望塔，沒看到一座其他建築，倒是塔頂組建了一座重弩，而且比一般的瞭望塔要大一些。哦，難道那塔已經升到2級才具備的建塔功能？若是如此，倒是有被我吞併的價值了。我的領地剛好建塔不太夠。高少想讓他臣服，把領地建築遷移到您的領地。哼，沒錯，不能再讓他發育下去了，免得之後吞併花費更大力氣。古雞不消耗口糧，白天還能狩獵，保護月魚尋寶。祭壇這條路走對了。請問是91號領主嗎？我們是附近區域101號領主的使者，前來拜山，送上一些見面禮，
在末日結個善緣。荷槍實彈的軍人，這個101號領主，要麼末日前是大人物，要麼庇護所跟高進的城堡一樣，甚至更好。心意收下了，見面就不必了。二位客人請回吧。我們領主是真心想跟領主結為朋友，日後有個照應。東西我們留下，就不打擾領主了。那個領主還真是個大好人。好人？我看未必。你們外出應該暴露了行跡，才引來那位鄰居的注意。若不是忌憚古蹟和众怒，可能已經發起襲擊。他們此行應該在刺探我們的防禦虛實。這批物資未必是善意，更像是麻痹，說不定暗處還有埋伏。那這些吃的……不動。這2天你們也取消外出，山豬夠我們吃1周了，先準備度過今晚吧。第2晚就这麼上強度？当前明时剩余72。青铜品质的士兵，祭坛是嫌棄屍體的明石都被挖走了。看来古蹟那次是出金了，再想要個黃金品質戰士沒那麼容易。是否消耗10顆明石建造1級農田？是，還是先建造升級其他建築吧。由於融合多功能建築，瞭望箭塔青銅品質提升為守望之塔白銀。品質提升了。原本第1層的祭壇，現在被頂到了第2層，整個瞭望塔成了3層結構。這樣看來，還能夠不斷加高，增加層數，將來變成天空之塔也說不定。是否消耗50明石升級守望之塔？必須的。1級守望之塔已提升至2級。可惜仆從不會隨着祭壇等級提升而變化，目前手裡只剩下12顆明石，先不急用來召喚僕從。落魄嶺區域尚存庇護所領地數量5078。什麼情況？昨晚一半的庇護所都遭到了毀滅，包括昨天來試。昨晚什麼情況？我2級箭塔都被衝爛了，只剩1座1級的，還沒有明石。今晚拿什麼守？才第3天啊！領地其他人全死了，現在連聖火燃料都不夠，天黑就是個死啊！附近有大佬嗎？我願意帶上我的領地建築合併投誠。接近一半的淘汰率，比想象中還要殘酷。系統提示：點化失敗。系統提示：點化失敗。點了2次，總該成功了吧？之前我是領地唯一的女生，現在還算嗎？系統提示：目標點化成功，觸發高級變異，種族由不死族蛻變為古夫人，超凡品質，等級躍升至2級，絕屬技能白骨地獄，範圍攻擊升起大量白骨地刺。參見領主大人，感謝大人點化。很好，還會說話，今晚就你了。你說的最好是對付鬼巢。尊敬的91號領主，我是101號領主，因領地失守，傷亡慘重，前來投奔。若領主能收留我們，我願臣服，獻上所有明石，生存建築也轉移到您的領地。要不讓他們進來吧，人越多，我們生存的希望也越大。能活到現在，確實有點狗屎運，靠的無非是情報裡能產出不死族僕從的建築。這樣的寶物和美人，在你手裡簡直是暴殄天物。今天我就笑納了。希望你這破塔能撐久一點。沈領主，
實不相瞞，昨晚我們損失慘重，防禦建築大半都被摧毀，唯有前來投靠，求您收留我們這些幸存者。你怎麼知道我姓沈的？让你的人馬立刻停下！混蛋！蠢貨！所有人听令，給老子動手，把那破鐵架子轟成碎渣！你以為只有你有機遇，跟本少比還差點。送上黃金品質的軍械廠，源源不斷地產出鋼鐵巨獸。现代坦克，那领主有这東西，昨晚怎麼可能失手？那是……估計他能行嗎？堡中那沈廚只有一個女領民和骷髏僕從，這個女人是從哪裡冒出來的？好美，她到底是誰？怎麼從那麼高跳下來一點事都沒有？不好，再挨上幾發，非他了不可！Terra est terram ibas。好厉害！不愧是超凡未解的仆从，幸好有古迹在。不可能，那是什麼怪物？我的坦克，每一輛都花了100多顆冥石啊！走，馬上開車，快！那怪女人要過來了！好险！要不是點化古蹟成功，今天這鐵架子非得被坦克拆了不可。大人，這是他的全部冥石，只有8顆。果然，為了活過昨晚，這老小子昨晚能用的冥石都用了，自然不會剩多少。沈領主，饒命啊！我都是被逼的，只要你留我一命，我願意現在就向你臣服，把我領地裡尚存建築全部無償轉移給你，求求你別殺我！根據末日遊戲的規則，強行殺死領主，並不能直接繼承對方的領地財產，必須讓對方主動臣服，發送轉讓申請，才能簽。那些坦克不是出自你手吧？說出你背後的人，回答的令我滿意，可以考慮留你一命。那個人你認識，是高進。勉強撐過昨晚，我便聯繫高進尋求庇護，但他卻帶人給我送來糧草和武器，承諾以你的庇護所為投名狀，才允許我進入他的城堡。那些坦克和武器裝備是哪來的？聽說是一個女領主為了進入城堡換取權力，主動把自己的黃金庇護所軍械廠主動獻給了他。什麼？同樣是黃金庇護所，為什麼那女人要臣服高進？大概軍械廠雖能夠製造武器，但成本不低，而且生活和居住條件極差，
女人又有个想住進城堡享受，不想操勞辛苦的夢吧。對了，那個女人好像是叫林心雨。原來是你，好你個林心玉，明明坐擁黃金庇護所，卻寧願拱手送給高進，也不願幫我一把。是了，也許在你眼裡，至少得擁有黃金庇護所，才有資格跟你共度末日。現在，立刻向我發送領地臣服申請。我怎麼知道你不會出爾反爾？不如沈領主先放我離開，等確認安全後，我一定向你發送申請。當我是傻子，只怕等你自由，就跟高進聯繫上。我承認，你的猶豫是對的。不，你不能殺我，有話好好說。領地既然已經失守，又剩下多少完好建築？何況我絕不會留一個敵人在領地內。無限融合特性觸發，可強制融合死亡領主的領地建築，正在為您遷移建。強制融合，大概只要領主在塔內死亡，對方的領地建築就會被我的塔強行吸收。看來這裡就是了。我們終於有新的居住空間，可以收容更多領民了。看來那個101號領主確實元氣大傷，只讓我新增了1層居住空間和2座箭塔，但也不錯了。這新的1層雖然可以住人，但終究是最低的1層，不如頂層安全。你還是暫時跟我住吧。嗯。戰場清點完畢，一共有40把完好的步槍，還有一堆破損的防彈衣，我暫時放到了第1層。祭壇對機械不感興趣，那坦克也無法獻祭，目前只能把他們留在塔底當掩體了。廢物，全都是廢物！連個破鐵塔都打不下來。長官，高少這是怎麼了？今天發這麼大脾氣？別提了，今天高少聯合其他領主派重兵去攻打一個領地，結果全軍覆沒，連3輛坦克都折進去了。什麼領地這麼厲害，竟然能讓高少吃癟？聽說是區域中部的91號領地。91號領地。91號，那裡不是沈竹的？那領主手裡有個極其恐怖的。你確定是91號？是不是弄錯了？那領地不是只有一個黑鐵庇護所嗎？高少怎麼可能捨近求遠，看得上那種庇護所？怎麼可能弄錯？我們40多個兄弟，還有3個坦克都沒能活着回來。那個91號領主不僅有堪比2級箭塔的重弩，手下還有一個女人。從10幾米高跳下來，毫髮無損，一抬手就把坦克都給扎穿了，簡直是怪物。能對抗坦克的怪物，沈竹，他到底怎麼做到的？連擁有軍械廠的高進居然都敗在他手裡，我真是氣糊塗了。他的僕從再強，那也是鬼物。我的城堡可是有5級聖火庇護的。就算他想反攻，他的僕從只要敢靠近我的領地，就會被5級聖火排斥，強行闖入，戰力也會大幅衰減。
而且他連辆車都没有，要是敢徒步穿越这几十公里的荒野来找我，哼，不用我动手，入夜后十面埋伏，鬼物就能把他们啃得骨头都不剩。落魄岭区域全体幸存者请注意，永夜将至，今日白昼时长将延长24小时，白昼結束後將迎來持續3天的永夜，生存難度倍增，請所有領主做好防禦準備。注：聖火等級越高，受永夜影響越小，安全區範圍越穩固。好，哈哈哈，很好，天助我也！沈竹啊，沈竹，这回看你怎麼掙扎，說不定你還要跪在我腳下祈求得到我的庇護，不得不再次向我獻上你的女人。Terra est terram ibas。尤其是那個能徒手拆坦克的恐怖美人，絕對不是人類。沈竹居然有如此強大僕從，也不知是……靖哥真是未雨綢繆，眼光長遠。5級聖火讓城堡成了永夜下整個落魄嶺最安全的地方。心雨之前那些擔心真是太蠢了。那是自然，外頭那些領主都已經嚇得尿褲子，準備要投奔我了。靖哥，沈竹之前不知好歹得罪了您，永夜將至，他勢單力薄，肯定守不住。不如心雨代表您去招安他。他以前一直對我言聽計從，任何事沒有不遷就和滿足我。只要我勾勾手指，給他個台階下，他一定會乖乖把僕從和領地全都獻給您。哦，你確定能讓他像狗一樣爬過來？當然，他就是個死要面子的窮光蛋，跟我賭氣呢。其實這人很痴情，心裡只有我一人。哈哈哈哈！只要他願意臣服，交出領地和僕從，本少就既往不咎，不僅留他一條狗命，還可以成全你們，讓你們在一起做對鴛鴦。不嘛，人家也想一直服侍靖哥，靖哥不答應，我就不去。不愧是7天一熟的变異種子，今早才種下，下午就抽芽了。可是永夜期間，所有作物的生長都會停滯。是啊，而且夜晚外面危險，古雞也沒法出去狩獵。就算我們靠防禦塔熬過了這3天永夜，食物還是有斷絕的可能。等明天我來試試吧。高進，我還沒殺上門去找他算賬，倒自己先聯繫我了。我倒要聽聽有什麼花樣。竹，看到你沒事真是太好了。遊戲公告你都看到了吧？接下來打算怎麼辦？輪不到你來操心，有屁快放。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要跟我置氣？看在過去3年感情的分上，我剛才可是求了靖哥好久。靖哥心胸寬廣，願意既往不咎。只要你臣服，靖哥可以接納你進入5級聖火的庇護範圍，而且靖哥答應允許我們在一起。你最近是不是吃什麼東西腦子錯亂了？沈竹，這是你最後活命的機會，別再為你那可憐又廉價的自尊心死撐了。親愛的，這麼晚了，怎麼還不來休息？親愛的，他難道就是你之前提過的那個勢利眼？也不怎麼樣嗎？而且現在淪落到穿個奴僕的衣服，是不是平時跪在地上當奴隸，還有臉來炫耀？一個寄生蟲，一個下人，有什麼資格跟我們對話？還是讓你的主人出面吧。
现在的你连给沈竹提鞋都不配。区区黑铁庇護所，竟有如此美人追隨。城堡那些除了胡吃哈塞就是爭風吃醋的庸脂俗寶根本不能比，連那盤肉看起來都比罐頭香多了。一定要把它搶過來！沈竹，少讓女人在這兒搖唇鼓舌。你現在恐怕還心存僥幸，以為渡過永夜就安然無事了。高少，今天元氣大傷，難道還準備重蹈覆轍？實話告訴你，現在已經有10幾個領主向我臣服，彌補損失綽綽有餘。今天是我準備不充分，等我上門把你的女人搶過來，可不要後悔。放心，我絕不可能再給你主動上門的機會。那個，我剛……放心，我不會再給你主動找上門的機會。不僅如此，你的城堡、你的領民，還有那個軍械廠，都會是我的。狂妄，簡直狂妄！不知死活！你小子最好給我撐過永夜，老子要親自把你踩在腳下！愣着幹嘛？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還不快收拾！已經有10幾個領主選擇投誠了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都必須做萬全的準備，再正式反攻。你目前得到的，最後不過是為我做嫁衣。剛剛還催我上去休息的人呢？沈竹，你看，那些種子都已經長到腳踝高了，不愧是變異種子，生長速度太快了。永夜一到，沒有陽光，所有的作物都會停止生長。為了接下來的口糧，必須在他身上試一次。成功觸發高級異變，農田白銀變為林田黃金。作物在永夜等極端劣環境下仍可正常生長，食用後可略微增強體質。成功了！不懼永夜，無需陽光。太好了，有了這個，就算永夜持續3個月，我們也絕對不會挨餓。今天的第一發，運氣不錯。演化失敗。再來。點化成功，觸發高級異變，2級黑鐵重弩變更為熔岩重弩黃金。重弩射出的箭矢將附帶大範圍爆裂燃燒效果，對目標造成持續性火焰傷害。很好，再建造2座箭塔，確保萬無一失。多虧了庇護所的無限融合特性，守望之塔目前是2級，所以我只需要消耗1級箭塔的10顆明石，就能直接建造出2級的重弩，節省了大量資源。50只2級喪屍，50只1級喪屍，還有上百只從沒見過的2級鬼物，這數量未免太誇張了。永夜下的圣火效果，竟然被永夜自動壓低了1級。原本對1級鬼物
有絕對排斥效果的光圈，現在居然攔不住他們了。重弩升到2級之後，也終於對2級喪屍產生了效果，不必非要古籍出手了。在我的心意操控下，普通弩箭優先攻擊喪屍，而那支异变的熔岩重弩则只攻擊怪魚，大大減輕了不死族屠族党们的壓力。也庆幸多造了2支重弩，否則无法应对如此多数量的鬼物。最終，在损耗20个骷髅士兵的情況下，總算平息這場鬼潮。明石剩餘數量255。發了。眼下最要緊，也最立竿見影的，當然是升級庇護所。消耗明石100顆，守望之塔成功提升至3級。深淵祭壇提升至3級，無需搬運，即可獻祭領地內無主死物。抓緊時間，把底下的鬼物屍體全部獻祭。2個寶物，不知道會是什麼。該死，第2波攻勢居然來得這麼快。我只能大概感應到是2個建築藍圖，快看看是什麼建築，應該能夠幫助我們度過眼下難關。城牆藍圖造價50明石，白銀品質；炮塔藍圖造價50明石，黃金品質。終於有新的攻擊建築了。先造城牆吧。這也是共享等級與守望之塔融合的成果嗎？由於融合多功能建築，守望之塔白銀品質提升為守御之塔黃金。終於，我也是擁有黃金庇護所的人了。神主，你快看，那些是什麼？端地形鬼物想打地洞，做夢去吧！若是普通城牆，恐怕還真攔不住這些東西。幸好現在是與塔連為一體的3級城牆，連地面都被轉化成了城牆級別的厚度，只要塔不塌。高少英明啊！要不是您未雨綢繆，把大量明石砸在升級聖火上，咱們哪能像現在一樣喝着小酒享受生活？高少簡直就是我們的救世主，我們願意永生追隨高少，效犬馬之勞。現在知道本少的遠見了。本少早說過，5級聖火不滅，這裡就是新世界的王宮。竟然還活着，沈竹，就讓我看看你能走到哪一步吧。高少，您看這鬼物在外面圍了這麼多，卻根本不進來。咱們一直待在聖火裡，雖然安全，可沒有鬼物殺，手裡就搞不到明石啊。是啊，高少，要不您稍微操控聖火，把範圍往回收一收，讓一小波低級喪屍放進來，咱們賺點明石補貼。放屁！你瘋了嗎？聖火是用來保命的，你居然想縮減範圍？聖火只是讓鬼物感到厭惡和壓制，可不是一堵撞不破的牆。萬一範圍一縮，刺激到外面鬼物，引發暴動，強行衝鋒怎麼辦？誰負責？怎麼樣？
都给老子闭嘴！吵什么吵？缩减圣火范围，吸引一部分鬼物进来杀。这个方案，本少准了。不过等永夜过去，不管你们杀了多少怪物，明时本少要抽走6成。谁要是敢藏私一颗，老子立刻把他扔到。怎么，有人不服？不敢。能得到城堡的庇护已经是莫大的恩赐，6成应该的，全凭高少做主。对，应该的。哼，看清楚，永夜降临还不到半天，幸存领地便已经覆灭了大半。倒是很顽强。现在高进一时心情复杂，如果是之前，他还会庆幸有亲手向我报仇的机会，但现在他更多开始产生一种难以遏制的不安。这个91号领主是什么庇護所？竟然在周圍上千庇護所都被覆滅的情況下，還能屹立不倒？不，我選擇城堡無疑是最正確的。沈竹對我再好，有點自保能力，也終究朝不保夕，擔驚受怕。在這裡，我至少不愁衣食，性命更是絕對無憂。繼續建造2座炮塔。還沒完，不能掉以輕心。警告：超凡位階鬼物摧城者喪屍已甦醒，初始等級4級。15米高的4級鬼物，還是超凡品階，這要是幹掉了，得爆出多少明石？不對，當務之急是怎麼讓這怪物停下來？城牆能攔得住他嗎？火炮都沒用，吃牆還能回血，這怎麼打？不是跟我開玩笑吧？那是什麼東西？居然會移動，還在往91號領地去！警告：超凡位階鬼物摧城者喪屍已甦醒，初始等級4級。該鬼物可通過不斷吞噬玩家領地的建築、明石來壯大變強，除非徹底湮滅，否則不會停下吞噬的腳步。請同區域其他領主做好。超凡位階，這是黃金位階之上的存在吧？這種怪物怎麼會現在就放出來？我還從沒聽說過超凡位階的建築或者鬼物呢。更恐怖的是，它還會不斷升級，這誰能擋得住？要是它剛出現的時候，我們聯合說不定還能對付。等它把91號和附近的建築全部吃掉升級之後，下一個不就輪到我們的城堡了嗎？沈竹，你這次是必死無疑，但等這頭怪物成長起來，5級聖火真的能擋得住嗎？嘲諷，認為我奈何不了他，準備慢慢吃完城牆再來拆他，那就。
火炮根本破不了防，连古迹也奈何不了。真不知道该庆幸我是他的第一个目標，出現時的等級已經最低，還是該自認倒霉，成了第一個受害者。怎麼辦？要棄城而逃嗎？有古蹟保護，生存一段時間應該沒有問題。可是沒了祭壇、農田和庇護所，在永夜的荒野之中，又能支撐多久呢？沈竹，你已經盡力了。這幾天在守望之塔的日子，比我之前經歷過的所有人生都要過得快樂、刺激。最後能跟你站在一起，我很滿足了。如果還有什麼遺憾的話，我想說，其實我……5級鬼物摧城者喪屍超凡，吞食建築過量，現已進入昏睡狀態，快速消化。若遭遇高強度攻擊，將提前驚醒。合着吃飽了，暈碳了是吧？這應該是我唯一的機會了。可是，我已經沒有新的建築藍圖了。要把守御之塔升到4級，得300冥石，也不夠。是把冥石全部投入祭壇，換取強大戰力，單點跟摧城者爆了，還是建造更多火炮，嘗試加大火力，寄希望於強行堆死摧城者。但這可是5級的超凡鬼物，連同為超凡的古蹟都奈何不了。就算召喚出超凡位階的僕從，也不一定有效，至少得超凡之上位階，250枚冥石，夠嗎？而火炮最多建5架，也不過3級，想扎死如此龐大體型的喪屍，恐怕夠嗆。我到底……我看到了，沈竹，在他的胸口正下方有個紅色的光繭，那一定是超凡層次的寶物。你怎麼不早說？剛剛他渾身氣息暴躁，非常紊亂。我的能力根本察覺不到，現在他吃飽了，陷入沉睡，體內的能量都安定了下來，我才能勉強看到線索，慢慢找到位置。挖出這個光繭，不僅能拿到超凡寶物，那裡恐怕也是他的弱點和核心所在。現在他昏睡，這是唯一的機會。可是，誰能做到呢？能對付超凡鬼物的，至少也得是超凡位階。如果用這250枚冥石去祭壇召喚新僕從，就算運氣爆棚出了超凡，初始也不過才3級，還不如把資源全部砸給古蹟，賭一把。古夫人成功強化至5級。屬下絕對不辱使命。警報解除。總算是把這怪物給幹掉了。獲得建築藍圖，浮空艇超凡，造價500冥石。浮空艇居然是超凡位階的飛行建築，要是跟守御之塔融合，會產生什麼效果？當前冥石餘額660顆。
建造。融合完了，怎么看起来除了高度和大小，没有什么明显变化？没有引擎或者是翅膀什么的，能飞吗？肘玉之塔黄金成功晋升为悬空之塔超凡，当前建筑总高度100米，楼层空间扩充至6层。超凡模块激活，庇護所化為懸空移動堡壘，消耗明石，可承載城牆、地面與內部設施整體進行跨區域浮空飛行移動。真的能飛？這豈不是說，如果打不過鬼物，就可以像蝸牛一樣脫珈逃跑？等等，應該也可以用來去拜訪某些客人，給他們一些驚喜了。沈竹，你說什麼呢？我怎麼完全聽不懂？那個沒了，那鬼物竟然被消滅了！太好了，我們也不用死了！天哪，那可是黃金位階之上的鬼物，這91號領主到底是何方神聖？那個下等人竟然連那種鬼物都能幹掉，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，一定是什麼意外。怎麼會突然熄滅呢？可惜了，這樣一個能夠對抗4級超凡鬼物的領主，是我們人類的損失啊！恐怕是底蘊已經被那鬼物耗光，沒有撐過接下來的鬼潮吧。永夜還是太危險恐怖了。開倉，把本少珍藏的拉菲紅酒、頂級威士忌，還有最好的和牛罐頭全拿出來。沈竹，你確實給了我很多意外，讓我一度後悔，但這樣的結局沒有任何意義。你們剛才一個個都嚇得像斷腿的野狗，還打聽那個91號。那人我認識，末日前不過是個沒錢沒勢的窮小子。看到他沒有？以前是那小子的女友，還不是像條狗一樣跪在老子腳下。那小子昨天還威脅本少要進攻這裡，現在結果呢？這就是跟本少作對的下場。那小子能擊敗摧城者，必有不可告人的底牌。現在人死燈滅，等永夜結束，便是本少去收取寶貝的日子。高少不費吹灰之力，坐擁美人，宵小自亡，真是天佑之人。那小子敢跟高少作對，真是自取滅亡。若早點歸順高少，何至於落得今？開局靠一座瞭望塔，竟然能生生拉起一支覆滅4級超凡怪物的恐怖防線。這樣的妖孽，如果不是今晚死在永夜裡，將來必定是這一方區域的霸主。高進這草包居然跟這樣的人物有過節，幸虧和怪物同歸於盡了。要是他真活下來找上門，我們這些依附城堡的領主，怕全得被這個自大的蠢貨給牽連陪葬。同歸於盡，你終究還是死了。再怎麼驚豔，出乎我的預料，也拼不過這世道。我也沒選錯。絕對是喝多了眼花。沈竹已經死了，死人的坐標怎麼可能會動呢？
起来了，我们竟然真的在天上飞，真是神奇！浮空艇融合之后，居然能让这么重的高塔连同地基和城墙一起升空，恐怕就算是航天燃料也难以做到，都要归功于明石的力量。消耗居然这么大，刚刚我还有160多颗明石，代表不到10分鐘就要消耗1顆明石，這點家底連飛行1天都夠嗆。看來不到萬不得已需要逃亡的時候，最好不要開啟這一功能。降落的時候，如果地面的地形起伏太大，巨大的撞擊力很可能會對外圍的高牆底座造成嚴重磨損。91號庇護所成功晉升超凡，且由於短暫脫離地脈，遊戲判定丟失地面數據，自動默認負面，不再實時更新上傳該庇護所的任何狀態。遊戲系統應該是通過監測地面的建築狀態，來判斷庇護所是否健在。脫離地脈，直接被判定成了被鬼物拆毀。不過這樣也好，不知高進和林心雨他們看到我的坐標熄滅，作何反應？會不會高興的連花了整整500明石？只是讓庇護所得到了浮空和緩慢漂移的能力，看上去很神奇，但對付鬼物的實際戰力其實並沒有提升多少，只有實在頂不住鬼潮的時候，能脫離地面，讓那些鬼物摸不到。但未來說不定會遇到飛行鬼物，浮空的作用只能等以後慢慢開發了。古籍，接下來你來守夜，我和月雨先休息了。如果有任何鬼物來襲，及時叫醒我們。如果你們正在忙呢？無論我們在幹什麼，都照通知不誤。明白了，遵從您的意志。一夜過去，無事發生，沒有鬼物來襲。也許是催成者帶來的壓力太大，我難得睡了一個好覺。永夜還未結束，但我的金手指已經刷新了次數。第1發。系統提示：點化失敗。再來。我就不信一天能失敗3次，總得有次保底吧。點化成功，觸發神秘變異懸空之塔浮空模塊，獲得永恆浮空特性。懸空之塔在懸浮飛行時將徹底擺脫能量限制，不再需要消耗任何資源。太逆天了，不愧是神秘異變，不需要能量便可驅動，這已經完全超脫常理，跟裝了永動機有什麼區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點化成功，3級不死族戰士觸發高級變異，種族變更為冥古戰將黃金。什麼冥古戰將？叫起來太麻煩，以後就叫你大古吧。大古遵循您的意志。永夜結束了，兄弟們，本少帶你們去尋寶。明明永夜已經結束，為什麼我總是心神不寧？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。聽說這次高少是要找什麼寶貝，帶這麼多人馬出去，萬一咱們這兒有危險怎麼辦？怕什麼？5級聖火擱着擺着呢，才過去的永夜也沒見多少鬼物闖進來，都被那些外圍領主的箭塔給解決了。就算高少不在，這些防禦建築可還在呢。那萬一別的領主打過來要強佔我們呢？我們從還是不從？你想多了，現在每個人都自顧不暇。能活過永夜就不錯了。你以為隨便哪個領主都能像高少一樣，還有餘力外出尋寶？喲，我當是誰呢？原來是嫌貧愛富的劈腿女啊！要是真有別的領主趁守衛空虛攻打過來，你怕是第一個投降背叛高少的吧？就是，到時候可就真成了3姓家奴了。你們一幫以色示人的東西，有什麼資格說我？別說高少的城堡牢不可破，無人能夠強佔，就算真有那麼一天，我也絕對不會背叛，誓與城堡共存亡。哼，說的比唱的好聽。
你最好记得今天。这2天，我每天都把金手指的点化次数用到炮台上，2/3的成功率触发了不同的属性变异：熔岩、冰霜、狂雷斧、腐蚀。若再次遭遇鬼潮，只要不出现催成者，哪怕不靠仆从，地面鬼物也休想靠近1步。感觉不仅体力在全部恢复，甚至肌肉强度和体质都有明显强化。是啊，太神奇了。不过目前1块灵田每一批产出的果实只够几个人吃的。够吃就行。目前灵田才3级，随着等级提升，產量也會越來越多。何況我們還有另一塊農田。等未來我們招收更多領民，就可以建造更多農田，提高糧食產量。不然你現在一個人根本忙不過來。高少，你快看，那是什麼？那難道是超凡品階的庇護所？竟然可以浮空飛行，太神奇了！該死，本少的城堡也只是黃金庇護所，庇護所的主人到底是誰？看這個行進方向，應該不是直衝着本少來的，倒像是漫遊，專門去一些廢棄的領地。等等，地圖上怎麼沒顯示這個庇護所？給老子派出一組偵察摩托車，跟在這座懸空城後面，隨時向本少匯報他的位置動向。是，但高少，若是被發現我們跟蹤他，引發那位領主不滿怎麼辦？怕什麼？這種超凡庇護所的大人物，豈會在乎一個小摩托車暗中跟隨？何況處在高空，也很難發現密林中的摩托車。高少不必多慮，咱們落魄嶺區域的超凡庇護所屈指可數，這種能飛天的要塞聞所未聞，多半是從其他區域跨界漂流過來的大佬。是啊是啊，咱們區域擁有超凡庇護所的也就3位大人，分屬3大勢力，無人不知，但從沒聽過這座庇護所。跨區域來的，哼，管他是哪兒來的，只要不招惹本少就行。那是當然，外來者如果敢對我們出手，3大勢力中尤其共助會不會坐視不管，讓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共助會，我聽說過，實力最強，但他們有空管這事。共助會最近號稱要在落魄區域建立秩序，聯手共同對抗永夜，自然要盡力保存現有的人類力量，不容內訌。哦，這麼說，如果我遇到什麼麻煩，豈不是可以找共助會幫忙？上次永夜出現的催成者，讓高進仍心有餘悸。面對那種怪物，他也沒有把握5級聖火能不能頂用。但我聽說共助會有個荒唐的規矩，任何領主想要加入，必須先解除全部武裝，歸共助會所有，還要接受麾下所有領民的公開審判。只有被判定沒有任何奴役、虐待領民罪過的領主，才能順利加入共助會，讓底層的審判領主。可笑，這共助會的腦子裡裝的都是啊！實力至少弱肉強食，這竟然還敢出來！我們為什麼不直接降落，把他們解決掉？沒必要現在動手。看他們的行進路線，顯然是帶了精銳，急不可耐趕去我的領地。他以為我死在鬼物手裡，急着去撿漏，想得到祭壇，可惜注定撲個空。而我的目的是他的大本營，只要城堡在我手裡，他們也跑不了。等他到了地方，發現被偷家，必然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任我拿捏。高少，這永夜真是太恐怖了。一路上看過來，附近上百個零散的庇護所全被鬼物撕成了碎片，看不到半點活人影子。幸好大家早早帶着加點衣服了您，要不然現在恐怕連骨頭渣子都不剩。等下一次永夜到來，5級聖火也不是絕對安全，只要能得到沈竹那個能召喚鬼物鋪成的建築或者藍圖，就不必依附3大勢力。怎麼回事？東西呢？連殘骸都沒了！難道被人捷足先登，搶走了？
不可能，除了我，应该没人知道这裡有特殊建筑。谁看得上一个黑铁庇護所？是啊，如果别的领主想强行迁移无主的建筑，需要花跟造價同等的名石，极不划算，还不如自己建。看样子这地皮是被整塊拔走的。我推測，這的領主可能根本沒死，而是自己遷移走了。他已經預料到高少會來找他，所以落荒而逃。哈哈，原來如此，本少懂了。沈竹雖然僥倖殺了催成者，但也耗盡了底蘊。他知道自己現在是個沒牙的紙老虎，更知道本少一定會來找他算賬，所以這個廢物嚇破了膽，連夜捲鋪蓋逃竄。現在八成躲在哪個山溝當喪家之犬，要麼就是去搖尾乞憐，投奔了其他領主。高少聖明，那小子直接被高少的威名嚇成了縮頭烏龜。那我們接下來該找到他。哼，一條喪家之犬能跑到哪兒去？全頻道懸賞，徵集91號領主沈竹的線索，凡提供準確流竄情報者，本少給出高額名石報酬。順便警告那些收留了他的領主，別不識好歹，跟本少作對。100名石，這可不低啊！我也想拿報酬，可91號坐標熄滅，就跟憑空蒸發了一樣，誰知道跑哪兒去了？7777號，你若願意支付150顆名石，本樓主可以幫忙調查情報，而且保證真實準確。你當本少的名石是水裡撈上來的，憑什麼開這個口？高少，萬寶樓可是咱這兒的3大超凡庇護所之一，情報準確率極高，每次鬼潮也能逢凶化吉，十分神奇。好，150顆名石給你，你最好不要輕騙本少，否則……放心，雖然落魄嶺區域時有領主能對我萬寶樓造成威脅，但細水長流，做生意講究個誠信，答覆絕對令你滿意。怎麼還沒好？不會真被騙了吧？話說真要我去找萬寶樓報復，也不現實，那可是超凡庇護所。哈哈哈哈！沈竹這小子居然自己主動發通訊過來了，看樣子是沈竹一定是當喪家之犬的日子不好做，打算向我投降了。也好，順便讓其他人看看你現在的狼狽模樣。哼，我還以為你死了，不是把我拉黑了嗎？現在知道主動來給本少認錯求饒了。跑吧，沈竹！本少今天向全區宣布，無論你躲在哪裡，我都會活捉你，把你的東西都佔為己有，包括你的女人，像條狗一樣被我踩死是你的宿命。不得不說，你這副無知又狂妄的樣子，確實取悅了我。如果你求我，我可以考慮告訴你我在哪兒。哼，死到臨頭還嘴硬。哈哈，找到了，讓我看看你躲在哪兒。拿虛假情報糊弄老子，萬寶樓領主，你造假好歹也用點心行不行？嘴巴放乾淨點，我的占卜結果絕不可能出錯，除非占卜目標是超凡之上的位上。而且為了強行占卜那小子的情報，不知道為什麼本樓主還額外多搭進去了50顆名石，才占卜出結果，這買賣根本沒賺。那你給我解釋解釋，為什麼沈竹的位置是在我家的坐標點上？你還敢說沒錯？那麼說明他應該真的在你家？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，他除非是自尋死路，否則怎麼可能敢去我的領地？哦，那你自求多福吧。自求多福什麼意思？就算沈竹真跑到了我的領地，還能對我造成威脅不成？簡直可笑至極。高進，你的宣戰請求我正式接受，不過正如我之前親口所說，絕不會再給你主動找上門的機會，你是否還記得？我操，這是什麼？它有無人機，怎麼在高空中？看樣子至少有200米高了。等一下，下面那一城堡，老天！我記得那不是777號領主的城堡嗎？意思是他現在找到777號的老家了？高少，快回來，出大事了！現在城堡上下全部六神無主，亂跳了一鍋粥。告訴我，發生了什麼？有座在天上飛的高塔，不知道什麼來頭，它就在咱們頭頂，守衛根本不敢輕舉妄動。高少，你快回來主持大局。不要慌，那座高塔不敢輕易動手。再說了，我的城堡可是黃金庇護所，哪可能那麼容易就被攻陷？我很快就趕回來。那你快點。沈竹，你給本少聽好了，我知道你是抱上了大人物的大腿，讓你背後的那人出來，本少要跟他親自談一談。在天上飛的那位大佬，我不知道沈竹這個泥腿子到底給了您什麼好處，但您完全沒必要為了他強行出頭。本少不是可以隨意拿捏的軟柿子，若你強行攻城，我有軍械廠產出的現代武器，絕對夠你喝一壺。好了，實話告訴你，你要找的那個人根本就不存在。你之前不是還大張旗鼓發布懸賞向我宣戰嗎？怎麼只允許你自己宣戰，不許我應戰？今天就讓我領略一下
所謂的黃金庇護堡到底有多安全？进攻！就这，真当我的5级圣，这就是你自信来源？区区100来个骷髅架子鬼物，也敢来碰瓷本少的黄金庇護所，讓他們強闖本少的5級聖火圈，簡直是飛蛾撲火！高进的城堡防御比我想象中還要弱得多。4個角樓，大部分都是些2級的普通箭塔，3級居然只有可憐的2座。看來5級聖火的環境令高進太過安逸，平時根本沒有遭到過多少鬼物的強力襲擊，導致他手裡的明石來源嚴重不足。為什麼5級聖火對這些鬼物沒有絲毫削弱？為什麼？這些雖然是恐怖的3級鬼物，但按理說，面對5級的聖火，不說寸步難行，至少戰力也應該削弱大半。可怎麼看起來絲毫不受影響？難道規則？為什麼古基他們好像絲毫沒有受到5級聖火的影響？你忘了，他們最開始被我召喚出來的時候，也不受塔頂聖火的光照影響。你不說我都忘了，可能我下意識以為聖火不會影響友方的鬼物，但這樣也不能解釋高進的聖火為什麼對他們無效。一開始我也跟你想的一樣，直到我發現了2件事。什麼事？1，所有犧牲的不死族都沒有掉落過明石，可他們本質上應該都屬於鬼物，這就不符合常理，至少跟我們理解的鬼物不一樣。這應該跟他們從祭壇中召喚出來有關。第2件事是什麼？越是靠近聖火，明石的氣息和能量反應就越微弱。這點我也早就發現了，但我想到明石屬於鬼物的力量源頭，自然應該也跟鬼物一樣，受到聖火的壓制，所以沒覺得奇怪。怎麼了？有沒有一種可能，聖火排斥和壓制的並不是鬼物，而是明石？我明白了，你是說古基他們因為體內沒有明石，不靠明石提供力量，所以也不受聖火影響。但你是怎麼肯定的？所以我之前命令古基外出，活捉了一隻2級鬼物，並讓古基從鬼物體內獲取出明石，鬼物等級立刻降到1級，且狀態虛弱。然後呢？我接着讓古基帶着這隻鬼物進入聖火覆蓋範圍，而這隻1級鬼物面對3級聖火，沒有出現任何異常。沈竹，你勝之不武，絕對作弊了！憑什麼鬼物能大張旗鼓入侵5級聖火的領地？我想不通。沈竹，你有本事等本少帶人回來再戰，趁我不在偷家算什麼本事？高少，我們真的要回去跟沈竹打嗎？高少，事到如今，等我們回援為時已晚，不如將沈竹攻打我們城堡的畫面轉播出去，換取3大勢力的同情，說不定會得到幫助。只有試試了。我的老天爺，我沒看錯吧？那91號領主為什麼能夠驅使這麼恐怖的鬼物大軍？你們快看那些重炮和弩箭，那炮彈居然還帶雷電和冰凍的效果，這到底是什麼情況？怎麼我升到4級都沒看到這種效果？777號這是博取同情，看樣子庇護所是要沒了，可誰能幫你？91號，現在人類的處境岌岌可危，無論過去有什麼恩怨，都應該暫時放下，準備應對下一次永夜，共度難關。共助會來了，91號會給面子嗎？好歹是咱們區域第1的領地勢力，擁有超凡庇護所的存在，那91號多少得掂量掂量，不然以後怎麼在這裡混？說句不好聽的，如果當眾得罪了共助會，下一次永夜絕對活不了。每一座黃金庇護所對我們人類而言都是極其珍貴的生存寶藏。91號領主，你強行攻打，
对黄金庇護所造成傷害，是整個人類陣營的巨大損失。共助會的大佬說的在理啊，眼光格局就是不一樣。如果這座城堡被毀，人類就會少一個能夠容納數百人的家園，這個責任你承擔得起嗎？沈竹，你聽見沒有？你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拆了老子的城堡，是跟整個人類為敵，所有領主都會視你為異端。共助會是吧？之前永夜人類遭受鬼潮襲擊，大片領地遭到摧毀，生靈塗炭的時候，怎麼沒見你出來幫忙？之前我被他帶着坦克入侵領地，庇護所差點倒塌的時候，怎麼没見你出來主持正義？現在沒有鬼潮，又有許多人關注，你倒是知道作秀了。可惜耍嘴皮子對我沒用。再說了，誰說我會拆了城堡？我是為了解放這裡的人民而來。臣服我主者，立刻放下武器，到城堡廣場集合，跪斃不殺，否則一律視為負隅頑抗，斬無赦。我在做夢嗎？高進引以為傲、固若金湯的城堡，在這些鬼物面前，居然脆弱得像張紙。誰？到底是誰，能夠驅使這麼多強大的鬼物？大的膽子，竟然敢公開不把共助會放在眼裡，堂而皇之進入我的城堡！沈竹，快從老子的位置滾下來，老子要活包了你！高進無能狂舉的頭寸。沈竹，你別高興得太早，只要我還活着一天，就是城堡的主人。軍械場你也奪不走，無法使用，你所得到的不過是一套空殼子。高進身邊的諸位，我給你們指一條明路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棄暗投明就在現在。只要你們現在把高進生擒押送回來，我不僅免除你們的全部罪責，你們在這裡的權利，一切規矩照舊，甚至如果想要自由，我也可以成全。沈大領主，您難道不知，按照世界的規則，我們已經向高少臣服。作為高少的附庸領主，絕對不能對上級領主動手，否則會遭到抹殺。沈竹，你失了智吧？老子現在還活得好好的，777號領地和城堡永遠是老子的。只要這層身份綁定，敢動老子一根汗毛試試？高進，誰告訴你那座城堡現在還是你的？不信的話，你們大可以自己打開身份面板，好好看清楚。領地提示：您的777號庇護所領主權限已被剝奪，目前暫無領地歸屬，身份降級為。不可能！我的城堡呢？我的軍械場呢？為什麼系統斷開了我和城堡的全部聯繫？這怎麼可能？我的附庸綁定居然自動解除了！不是解除，是更換了。上級領主的名字改了，改成了沈竹。就算庇護所原主人還活着又如何？只要我進入其中，無限融合就能自動觸發，將庇護所佔為己有。放開我！你們這群吃裡扒外的白眼狼，竟敢對領主動手！你們死定了！你們要做什麼？快住手！他已經不再是領主了，你們現在維護他沒有任何好處，甚至要無家可歸，流落荒原，淪為鬼物的血食。沒錯，你們現在效忠沈領主還有活命的機會，不要想不開自誤。幹得不錯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承諾依舊有效。只要你們能把他給我押送回來，我還會額外賞賜你們珍貴的靈果。
放任这樣一個能夠隨意驅使鬼物的異端成長，是整個人類安全和秩序的隱患。無視我們的警告和勸說，執意入侵黃金庇護所，殘忍屠殺同類，毫無人性，完全是在挑釁我們共助會。這種駕馭死靈的力量非常危險。為了這一方新世界的太平與秩序，確實有必要終結這種力量。但若91號願意主動放棄這股力量，加入我們共助會，一起為人類謀生存和福祉，倒不是不可以給他一次改邪歸正的機會。首領，我願意出使，去考察這個91號領主是否還有挽。首領，777號的黃金城堡被那個91號在幾分鐘內平推佔領了。這91號應該已具備了至少4級庇護所的戰力，庇護所也恐怕應該是超凡位級。呸！高進那個廢物，開局坐擁黃金城堡和上百領民，把1000多顆明石砸在聖火上，活該被拆。那個91號你也高估他了，沒什麼了不起的，不過是取巧，趁着城堡防線空虛，趁虛而入罷了。那點鬼物在我們救世軍面前根本不足為慮。那高進少爺怎麼辦？看在他姐姐的份上，還是不能不管。現在庇護所被占，希望高進不會蠢到自投羅網，落到91號的手裡，不然就麻煩了。你們這群忘恩負義的畜生！拿老子的罐頭，喝老子的紅酒，現在居然賣主求榮！等我姐帶人過來，把你們全剝皮抽筋！哼！怎么好像更大了？比原本的城堡還要大了快一半。我的城堡呢？我的城堡去哪兒了？沈竹，你這個強盜，還老……你的城堡自然是變成了我庇護所的材料，可惜加上軍械所也才2個黃金建築，還無法讓我的瞭望塔晉升超凡之上。也多虧了你留在城堡裡的明石，加上我一路上積攢下來的明石，剛好夠我將庇護所升到4級。你說什麼？瞭望塔？你說這個高塔是那個只有黑鐵的瞭望塔？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你一定在騙我！沒有向你解釋的必要，把我的秘密帶到地獄裡去吧。放開他吧。你要做什麼？不，你不能殺我！為什麼？我害怕你在地獄報復我。我姐是一座史詩庇護所的領主，新世界不同區域雖然無法長途通訊，但她遲早會找到這裡來，到時候你這裡所有人都要陪葬。史詩庇護所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更得送你上路了，否則他不敢來怎麼辦？不，沈竹，沈哥，有話好好說。只要你不殺我，我讓我姐給你寶物，你想要什麼都可以。靠，真是個廢物，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抓到了。我是救世軍的首領，姓雷，和高進的姐姐頗有些舊交，開個價吧，本少願意出明石交易他這條狗命。救世軍，3大有擁有超凡庇護所的勢力之一。據說庇護所已經升到5級，既然是救世軍的老大出面，這個面子我當然要給。1000顆明石，怎麼樣？1000顆明石，特麼怎麼不去搶？最高500，不能再多。我警告你，你已經得罪了共助會，若再敢與我救世軍為敵，絕對活不過下。雷大首領，看來高進的性命，在救世軍眼裡不過如此。1000明石，少1顆，誰也救不了他。雷哥，救我啊！雷哥，1000顆明石我姐會還你，救我出來啊！1000明石都足夠把4級庇護所升級到5級，或者建造20座炮塔了。別說現在救世軍湊不出這麼多，就算有我也不敢拿給他，這不純屬資敵。阿進，安心去吧，你放心，我和你姐一定會替你報仇，遲早要把這個姓沈的挫骨揚灰。
深淵祭坛升到4级之后，献祭更方便了。只要是领地範圍內的目標，心意一動，就可以直接發動定點獻祭。高進已死，至於你們和自己的領地，可以留在牆外，想更安全也可以花費冥石遷移到牆內。如果選擇留下來，你們所有的生產與物資調配必須接受我的統一管制。如果有人想要自由，現在就可以带着你们的家底遷移出去。不，我们绝不離開，誓死效忠沈大領主。對，全憑沈大領主安排，我們願意接受統領，共抗永夜鬼潮。散了吧。融合高进的城堡和军械所等建築後，懸空之塔現在一共有9層，不得不說，比以前更難爬了。好在使用過靈果，以我和月餘的體質，就算一口氣爬9層，也絲毫不會喘氣。這也讓我重視起點化農。現在懸空之塔第1層暫時空置，留作不時之需。第2層則當作倉庫，放一些不重要的物資，以及報廢的坦克等軍械。第3層由軍械廠融合而來，只要投入冥石，就可以產出和修復軍械。第4層和第5層，我都用來建造了農田，作為懸空之塔的重要食物保障來源。好在落魄嶺區域暫時不缺水源和自然雨水，不必為水發愁。而且我也通過月餘的幫助，得到了淨水廠的建築藍圖。第6層是居住層，未來準備提供給一些值得信任、有功勳的領民居住。但高進的人馬沒有這個機會，我不可能信任背叛過主人的領民。祭壇的層數位置有些高了，幸好現在召喚的僕從不必從祭壇出現，而是可以任意位置。古基作為最為信任的僕從，已經等同親衛，自然要跟我住得最近，所以安排到第8層。以他現在的等級，完全可以從第8層自由落體，支援協防，而不會受傷。相比最初只有不到10個平方的蝸居小屋，頂層的空間已經擴大了數倍。雖然還比不上大平層，但卻剛好足夠溫馨和舒適。這樣的生活，若能一直平穩下來就好了。奈何樹欲靜而風不止，誰也不知道能不能活過下一次永夜。還有共助會和救世軍這2個麻煩。這些房子就是你們以後的住所，任何人未經允許，不能擅自闖入高塔。現在，那些出賣身體換肉吃的齷齪規矩廢了，每一個人要工作，負責後勤、種地，不勞動就沒有配給。如果不願意，可以出城牆，讓那些附庸。這真的是沈竹建立起來的嗎？如果我當初沒有，現在是不是有資格住在上面？或者站在那個位置的，是不是就該是我了？要不咱們出去投奔牆外的那些領主吧，至少不用辛苦勞動，就能有吃的啊！你真是被高進養壞了。如果自己動手就能養活自己，又何必去過那種出賣身體的日子？不管是辛苦勞動還是出賣身體，其實都不重要，能活命才是真的。你覺得牆外能有住在這牆內一半安全嗎？你沒看那幾尊大炮比坦克都大嗎？有道理啊，那我還是不要出去了，留下来。不管怎樣，我都要留在內城，哪怕厚着臉皮都要活着。而且，沈竹沒有對我怎麼樣，是不是心裡還有我的位置？我也許還有機會。参見領主大人！大人，讓我去貼身伺候您吧，洗腳洗衣服我都會。
我叫林心雨，求求你们帮我向领主大人通报一声，我想见他一面。哟，这不是以前想当城堡女主人，结果被一巴掌打醒的劈腿女吗？现在又想巴结新领主？哦，不对，是前男友吧？也不撒尿照照自己的镜子。我还记得当初你当众背叛了领主，大人现在没把你剁碎了喂狗，已經是天大的仁慈了，竟還敢痴心妄想。你難道妄想憑這身臭味爬上領主的床？我們姿色哪個不比你強上10倍？連我們都沒資格進入高塔，你配嗎？滾去挑糞吧！女人何苦為難女人？他們既然對林心雨這麼不爽，怎麼以前不動手？你不懂了吧？誰不知道他背叛過現在的領主？說不定懲罰他就能得到領主的注意，甚至垂親呢。何況他們站在道德高地，可不會有半點負罪感。這麼說，那林心雨的苦日子怕是長着呢。還真說不好，他跟高進哪個下場更慘。我有預感，應該要出金了。點化成功，觸發高級異變，軍械廠黃金成功變更為地獄工廠超凡。地獄工廠特性，可將現代槍械、戰車的等武器裝備的殘骸無損修復，並改裝為地獄風格，大幅提升性能。製造一輛地獄重型戰車只要50名時，已經比原本製造坦克。賣相倒是不錯，就是不知實際威力如何。目前手裡的名石也造不了多少，把之前的坦克殘骸修復，應該能湊夠5輛地獄戰車。這段時間，共助會和救世軍都沒有任何動靜，好像在謀劃着什麼。我必須盡可能的提升實力，才能在關鍵時刻自保。有沒有神秘變異？點化成功，觸發神秘變異，3級堅固城牆盤營變更為惡魔之牆超凡。惡魔之牆特性，平時處於收縮隱藏狀態，一旦遇地面鬼物或敵軍靠近，城牆將張開惡魔之口嘲諷，吸引仇恨，並吞噬血肉以恢復受損牆壁。嘲諷巨怪，這樣一來，遭遇能越過城牆的鬼物也不用太擔心。讓所有戰士們準備城防演習。是。馬上回去跟首領匯報，這個91號是絕對的異端，此事必須從長計議。僅靠我們共助會的力量，若強行付出，恐自傷元氣。我沒想到，共助會的使者連踏入領地的勇氣都沒有，僅僅是地獄改裝的戰車和惡魔之牆，就讓他們聞風喪膽。你有一個新的會議邀請。這天之後，共助會邀請我與救世軍萬寶樓一起參加所謂封軍會議。共同商討應對下次永夜的方案，但我並沒有放鬆警惕，也並不認為3大勢力真正接納了我。有時人心往往比鬼物可怕，也許他們只是需要一個能在永夜替他們分擔鬼。所謂封軍，就是領主的領主，必須擁有4級以上的黃金庇護所和不俗的戰力，才能帶領其餘的中小領主度過永夜。在場諸位都是滿足條件的人選。今天召開會議，是要希望諸位跟共助會一起發布聯合聲明。號召集中散落的領主，應對下一次永夜。根據占卜，下次永夜將在半月後降臨，3級或黃金以下庇護所絕無生還可能，而且像摧城者那樣的鬼物將同時在多地出現。所以，封主必須大範圍收攏零散的領主，集中力量，必要時支援協防。當然，封主可以對他們提出合理的報酬要求。等一下，老子不服！憑什麼他能和我們平起平坐？庇護所才4級，也配位列封軍之一，簡直是笑話！稍安勿躁，多一位封軍也是為了給普通領主更多選擇。我相信領主們在面臨生死存亡時會做出正確選擇。各位領主，接下來的永夜將前所未有的危險，唯有團結才是唯一出路。在此，我號召所有中小型庇護所遷移集中至我們4大領地，共抗鬼潮。共助會內人人平等。我們擁有落魄嶺最安全的庇護所，聖火絕不會放棄加入我們的任何一個人。萬寶樓底蘊深厚，寶物眾多，且能預知危險，
加入我們將提供珍貴寶物或者100名石作為遷移領地的補貼。只要你们搬到救世队領地，將免費獲得一批精銳的現代軍事裝備。我的領地名叫做玄天城，同樣歡迎加入，但我的規矩和他們不一樣。若想得到我的庇護，有一個前提條件，就是必須獻上你們的庇護所，成為玄天城的一部分。如此，玄天除了保障你和你的領民的安全，我還會贈送給你一枚強化體質的變異靈果。至於那些普通人，只要你們能來到玄天城，可以免費入城，獲得庇護。我操，這什麼玄天城瘋了吧？人家都是免費加入，還發福利，他反倒要我們獻上庇護所，這簡直是趁人之危和吞併，厚顏無恥。就是，其他3家都是5級庇護所，就他一個4級，最近的戰績還是攻打一個防守空虛的黃金庇護所，哪來的自信獅子大開口？別忘了他的庇護所會飛，要是危急關頭，他自己帶着家當飛走了，我們找誰哭去？所謂的靈果，8成也是騙人的把戲，傻子才去。唉，同樣是風軍的大領主，格局差距怎麼就這麼大呢？老大，今天足足有上百個領主遷移領地到我們附近，我們真的要按照承諾發放裝備並保護這群人嗎？保護他們，末日之中，承諾和信用最不值錢。給他們發點破銅爛鐵，讓他們遷移到外圍，不過是讓他們把咱的大本營包圍在最中心，充當消耗鬼巢的肉盾罷了。萬寶樓那臭娘們兒肯定也是這麼想的，至於共助會就不知道了。玄天城名字倒是起得挺大，可惜永夜降臨必然第一個死。他的條件太苛刻，依附他的底層領民和領主最少，抵抗能力自然也是4大風軍領主裡最弱。全体幸存者请注意，本次永夜将持續1個月，請所有領主做好防禦準備。危險警告：永夜期間，破領區域將隨機出現超凡和史詩位階鬼物，建議優先盡快消滅。什麼？1個月？可我囤了好久的糧食，最多只能撐半個月啊！我的老天，怎麼還要刷史詩鬼物？那是什麼鬼啊？明明超凡鬼物都沒碰到過。只能靠這些風軍領主了，如果他們不能提供幫助，我們死定了。幸好我加入了救世軍，完了，催生者竟然出現在我這兒，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屍潮。救世軍呢？怎麼還沒到？說讓我們先頂住，他們抽不出手。雷震這個畜生，先是送一堆損壞的破銅爛鐵，現在還想要我的要塞給他當緩衝肉盾。首領，那座要塞快被拆了，咱們要不要支援？不然等催成者成長起來，恐怕更難對付。哼，這些領主只是把要塞遷移到了老子的領地邊緣依附，可沒有臣服老子。永夜足足有1個月，眼下當然是保存力量要緊。傳我命令，全軍收縮戰線回防，放棄外圍所有領地，不得協防。完了！玄天城在此重申，凡是願意臣服、轉移庇護所權限的領主，玄天城將替他解決任何鬼巢。說得好聽，現在領地正在被鬼巢襲擊，就算轉移給你，也根本無法遷移。難道你還能飛過來？罷了，反正即將城毀人亡，這座庇護所送你又如何？好强！
好像到那高塔上了。又一个领主向我移交了庇护所，事不宜迟，不能让催成者把我的融合材料给毁了。幸好悬空之塔升到4级后，速度堪比列车，可以无视地形。落魄岭区域也不算太大，只要时刻注意催成者的刷新位置，基本都能及时赶到。群特的庇护救和共助会，警官，我们能救救我们？什么时候到啊？终于凑齐升级的明石，现在足足有几十个领地向我求救，飞行速度必须得更快。看，现在其他领主都在骂我们共助会虚伪，见死不救。谁让那玄天城会飞？不仅速度奇快，而且根本不怕地面的鬼潮。我们要是学他，自身都难保。幸好当初没有贸然对他下手。整整1个月的永夜，我駕馭悬空之塔四處救火，抵禦鬼潮，同時也融合上百座中小領主的庇護所，但收容數千人，也帶來了巨大的糧食壓力。這段時間，金手指主要用來點化農田，讓農田不懼永夜，同時提升產量，才解決了數千領民的糧食短缺問題。但我一個人和懸空之塔的力量必究有限，很多領地來不及趕到，就已經淪陷。這次永夜尚存的領主數量再次減少了一半，死亡的領民數量更無法估計，誰也不知道下一次會死多少人。永夜結束了，但奇怪的是，懸空之塔仍然沒有晉升史詩位階庇護所的跡象，而且我總感覺似乎遺漏了什麼重要的信息。這1個月四處救火，手裡攢了不少用不上的寶物，不如聯繫一下萬寶樓，跟他交易一些種子、明石或者藍圖。奇了怪了，萬寶樓唯利是圖，竟然不接我的通訊，那就乾脆走一趟。主人，已經探查過了，領地內沒有看到一個人影，也沒有鬼物入侵和戰鬥的痕跡，一切都完好無損。庇護所完好，所以系統判定存活。可這裡的幾千個大活人呢？怎麼了，沈竹？能造成這樣異常的，必然只有鬼物。可萬寶樓好歹是5級的超凡庇護所，還能占卜預知危險，為何一點消息都發不出？是鬼物？